我不是被沈凌春为了断肠草死在柴房了吗？这熟悉的熏香，这是我出嫁前的闺房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议婚这一年。小姐，您可醒了！沈家那世子沈凌春真是不知廉耻，他在咱府大门外都跪了3天3夜了，全京城的百姓都围在那儿看笑话呢。他跪着是为了求我允那顾明珠进门，可不是嘛？他说他兄长沈拓战死，他作为亲弟弟必须照顾寡嫂顾明珠，非要拿她为平妻。这还没成亲呢，就想往家里塞人，简直是打咱们太傅府的脸。阿叔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求你成全。明珠她孤苦无依，我若不护着她，她便没活路了。郑小姐，求您垂怜。明珠自知身份尴尬，不求名分，只求能入侯府做个端茶倒水的丫鬟，侍奉沈郎和您。若您不允，明珠今日便撞死在这石阶上，全了名节。这顾小姐也是个至情至性的，郑家小姐是不是太刻薄了些？就是啊，沈世子都跪了3天了，这份情谊真难得。前世我就是被这副假象蒙蔽，背负着大度的名声进门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。沈凌纯，你当真这么想护着这位寡嫂？是，只要阿叔点头，凌纯愿结草衔环，报答大恩。好，既然你如此重情重义，我若不成全，倒显得我郑家家教不严。沈凌春，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兄长遗愿，可你身为世子，却要娶寡嫂做平妻，这是罔顾伦常，羞辱沈大将军在天之灵。我这是为了照顾她。既然要照顾，何须你这个做弟弟的自将身份？既然顾小姐一定要入沈家门，我成全她。今日我郑叔当众退婚，你沈凌纯背信弃义，不配为我良人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要退婚？你疯了！退了婚，谁还会娶你？谁说我无人敢娶？沈大将军沈拓为国捐躯，赤胆忠心。我郑叔敬仰英雄，愿抱沈大将军牌位入沈家，待他承欢信下，全了沈家门风。郑丫头，你方才说什么？你要嫁给我那死去的拓儿？夫人，大将军乃国之脊梁，不该死后无后，灵前无人。郑叔愿终生守节，入沈家做长嫂，护大将军身后清明。好，太傅府家风高洁，这才是奇女子啊！郑叔，你宁愿守活寡嫁给死人，也不肯嫁给我。小叔子，往后见了我不必叫名字，请唤我一声大嫂。沈凌春，顾明珠，前世你们利用我的嫁妆，踩着我的尸骨恩爱一生。这一世，我是沈家的长嫂，只要我在一日，你们便永远只能是跪在我脚下的蝼蚁。哼，郑叔那个蠢货，还真以为报个牌位就能威风了。守活寡的滋味可不好受，等过几天他耐不住寂寞了，还不是得求着我垂怜。林川，他既然选了做长嫂，那这侯府的侍夫人之位不就是我的了吗？那是自然。等过了这阵子风头，我就求母亲抬你做正室，他守他的灵，我们掌咱们的权。这侯府的一草一木，将来都是咱们的。可是我看母亲今日对他颇为感动的样子。老人家心软罢了。一个活着的儿子和一个死掉的儿子，谁更重要？母亲心里清楚的很。小姐，世子那边正陪着那位顾小姐喝酒呢，笑声都传到这儿来了，真是没良心。让他们笑，站得越高，跌得越重。红玉，
明日起，把府里所有的账本、库房钥匙，还有各房的人员名册都收拢过来。他们会给吗？按照礼法，长嫂如母，沈陀是长子，我是他的嫡妻。这侯府的家，我不当，谁当？站住！那是什么？回世子，是大夫人的洗漱用具，是老夫人特意吩咐，按宫里的规格补办的。补办什么？一个守寡的，也配用这些？舒儿，昨夜歇得可好？沈家终究是委屈了你，拓儿若是还在，见你这般模样，定会视你如珠如宝。婆母快别这么说，儿媳既然进了沈家门，生是沈家人，死是沈家魂。大将军在边关护卫疆土，儿媳在后宅守护沈家门风，是分内之事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大将军虽不在了，但长房的位子不能空。从今日起，正式便是这侯府的宗父，府内库房钥匙、田场地备、奴仆分配，尽数交由大夫人执掌。夫人，世子那边之前说好今日要只取3000两银子，给顾小姐置办头面。管家，你是侯府的老人了，怎么这点规矩都不懂？府中规矩，凡只取超过100两，须得主母批红。如今大将军尸骨未寒，世子却要挪用府中银两为一名庶民女子置办豪奢之物，传出去，百姓是骂世子不孝，还是骂我沈家治家不严？钥匙我收下了，往后府里的一针一线，若没我的手谕，谁也别想动分毫。明珠，你放心，那套点翠头面我已经吩咐管家去拿银子了，定让你风风光光的住进来。还是林川对我好，只是大嫂那边会不会有微词？他不过是个守牌位的泥菩萨，母亲不过是图个名声才让他管2天家，他敢管我的头上？世子，银子支不出来了。大夫人说了，大将军丧期未过，严禁赦免，您的银子被扣下了。郑叔，他竟然真敢拿鸡毛当令箭！郑叔，你什么意思？克扣我的月礼，还当众下我的脸面，你真以为自己是大将军夫人了？小叔子，你这规矩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进门不宣，直呼长嫂名讳，看来这半年的禁足还是太短了。大嫂息怒，林川也是为了我。明珠今日是特意来向大嫂请安的。请安？顾小姐这身打扮是来请安的，还是来报喜的？大嫂此话何意？跪下！沈家长房新丧，圣上都下旨褒奖大将军忠义，你身为准弟媳，竟穿着一身粉嫩招摇过市。你是想告诉京城百姓，沈家根本不在意大将军的死，还是想诅咒婆母早日归西？郑叔，你少扣帽子！明珠只是爱美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爱美，
既然顾小姐不懂礼数，那我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红玉，是。去拿几身素净的麻布衣服来，再请顾小姐把这满头的珠翠卸了。我不换，我不换，那是林川送我的。由不得你。来人，顾小姐衣着僭约，冲撞亡魂，给我掌嘴10下，就在这正天跪着，直到换上素服为止。你敢！我是沈家长嫂，执掌中妇，教导弟妹是我的职责。沈凌川，你要是敢拦，我就去请老夫人出来评评理，看看你这个世子是不是要为了个外人，乱了纲常伦仪。小姐，盯着偏院的人回禀，说那位顾小姐这2日胃口不开，闻见荤腥就干呕，虽然瞒得紧，但瞧着像是……果然，前世那个孽种这一世也按时来了。他想瞒着，我偏要帮他一把。红玉，去小厨房让师傅做些地道的姜汁糕送过去。姜汁糕，姜味刺鼻，最是能催吐。他既然想演清高，我就让他演个痛快。明珠，你这几日身子弱，多补补。等那婆娘放松警惕，我就偷偷带你出府去。林川，我总觉得心慌。大嫂那个人，邪门的紧。顾小姐，大夫人念您受了委屈，特意吩咐小厨房做了秘制的姜汁糕，说是能开胃暖身，请您务必趁热尝尝。明珠，明珠，你怎么了？管家，快叫大夫！顾小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大反应？这模样倒像是咱们府里刚怀孕的吴妈，闻不得半点重味儿。胡说什么？滚出去！走吧，鱼儿已经上钩了。沈凌春现在肯定比谁都急着掩盖。小姐，咱们不现在揭穿吗？现在揭穿多没意思，我要等他肚子再大一点，等沈凌川以为能瞒天过海的时候，再给他们致命一击。小叔子这是要去哪儿？行色匆匆的，倒像是家里进了贼。郑叔，你别整日阴阳怪气。大哥以前带回来的那对西域血珊瑚，还有那柄斩马刀，那是沈家的传家宝。如今大哥没了，那些东西理应由我这个世子继承，保存在我的书房。继承？大将军虽不在了，可这长房还没绝户呢。我这个魏王人还坐在这儿，大将军的遗物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染指？你不过是个守牌位的，拿着那些杀伐之物也不怕折寿。闪开！我要进去拿东西。拦住他！沈凌川，你读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自古叔嫂有别，这长长主院是我这个长嫂的趋势。你个成年男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硬闯嫂子卧房，你是想毁了我的名节，还是想坏了沈家的门风？我是世子，这侯府上下哪儿我去不得？你少拿名节压我！既然你不懂礼法，那我就替婆母教教你。来人！世子沈凌川罔顾伦常，欲行不轨，硬闯长嫂寝居，按沈家家法，
当众杖责20，以儆效尤。你敢打我？我是沈家唯一的独苗。跪下！大将军阴魂未散，你竟敢在此撒野！给我打！这才只是开始。沈凌川，这一世我会让你在这侯府寸步难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家长房嫡妻郑氏至情至性，感逆阴魂，甘愿报牌位，全沈家之门风，实乃天下女子之楷模。特赐黄金1000两，如意1对，并赐凤冠霞帔1套，封一品诰命夫人。舒儿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有了这凤冠，这京城之中谁还敢轻看你半分？婆母放心，儿媳定不负圣恩，更不负沈家。顾小姐，大夫人说了，您既是没名分进门的，走大门怕冲撞了御赐的喜气，只能请您从这侧门进了。还有，这进府后的规矩，得先去佛堂抄经3日，为大将军祈福。林川，我好歹也是官家小姐，怎么能走这运货的侧门？明珠，忍一忍，等我伤好了，定去求母亲给你做主。凤冠，那是我的，本该是我的。看清楚了吗？这世间的落差，就是要让他们日日看着，才能疼入骨髓。叫你们沈上子出来！我妹子都进府这么久了，当初许下的5000两聘礼，还有那2间旺铺的地契，怎么还没送到顾府？就是，我妹子可是清清白白跟了你们沈家，现在名分都没定，这些钱财若是再不给，我们可要去大理寺告御状了。告御状，顾家嫂子好大的口气。哎呦，这不是大夫人吗？我们是来讨个说法。顾小姐当初在太傅府门口口声声说不要名分，只想入府做个丫鬟侍奉。既然是丫鬟，哪来的聘礼，哪来的地契？那是场面话，谁不知道她是要当世子夫人的？既然要算账，那咱们就算算。顾小姐入府这些日子，吃穿用度皆是按贵人规格，这也就罢了。可半年前，顾大哥在赌坊欠下的3000两，是拿沈灵山的私库抵的吧？这都是林川自愿给的。沈凌纯还没袭爵，他花的每一分都是侯府。现在我以沈家长嫂的身份正式通知顾家，顾明珠与你们顾家今日起断绝往来。你们拿走的那些银钱，若不退回来，我便报官捉人。走，这疯婆子惹不起，那嗓门星妹子咱们不要了。今日诸位见证，虽是纳妾，但我沈凌川定不负明珠。小叔子，这杯酒喝下去，你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郑叔，你守你的灵去吧。我沈凌春就算没有世子贤，照样能过得红火。哦，大喜，大喜呀！什么大喜？大将军，沈拓大将军没死，他带兵打穿了敌军包围圈，已经进城了，现在已经过了朱雀大街，这往府里赶的。快看，是沈大将军，他没死，他真的杀回来了。听说本将军不在家，有人自愿给我守寡。夫君，你回来晚了。拓儿，我的儿啊！老天有眼，你竟然还活着！
怎么可能回来？战报明明说他被万箭穿心，死在断魂谷了。他回来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这可是沈凌城的种，是叔嫂通奸的铁证。刚才本将进城，听闻有人为了本将，不仅退了世子的婚，还抱牌位入府守节。郑家大小姐，你守的可是本将的灵？英雄不该无后，忠魂不该无继。将军既然归来，这牌位便可碎了。臣女郑淑见过夫君。这一路回来，我听了不少关于夫人的妙事，杖责世子，整顿中妇，甚至还把顾家的胃口给堵了。夫人这性子，倒像是长在军营里的。既然占了长嫂的名分，自然要替将军护好这侯府。倒是小叔子和顾小姐，今日原本是他们纳妾的好日子，将军归来，真是喜上加喜。纳妾？我沈家向来家法严明，长兄战死不足100日，嫡亲弟弟便要在府里大摆筵席纳妾，还是纳的我那所谓的魏王人。大哥息怒，我是为了照顾明珠，怕她孤苦无依，照顾到楚踏去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以你的身份，大可以退婚后另寻高门，何必把自己困死在沈家这趟浑水里？因为只有沈家，才能让我看到那些恶人下地狱。既然夫人选了这条路，那这辈子本将便不放手了。舒儿，你这孩子真是重情义，沈大将军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皇后娘娘谬赞。倒是臣女的小弟妹顾氏，今日瞧着气色不大好，怕是这几日操劳过度，坏了身子。刚好李太医在那边给太后请平安脉，不如请过来给弟妹瞧瞧。毕竟顾小姐入府才几天，若是累坏了，小叔子可是要心疼的。不必了，明珠只是昨夜没睡好，不必劳烦太医。既然大嫂关心，看一看又何妨？李太医，请。李太医，这位顾小姐到底是什么病？回娘娘，这位顾小姐并非有病。没病为何脸色如此苍白，整个人也坐立难安的样子？顾小姐这是喜脉，且脉象沉稳，胎气已足，已有整整3个月的身孕了。3个月，沈临川，你给本宫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家乃开国功臣，门风清正，如今你这还没过门的侧室，竟然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娘娘，臣不知情啊，许是太医看诊错了。明珠她一向守礼。小叔子这话诧异，李太医乃圣手，怎病诊错？只是我有些纳闷，顾小姐入我侯府至今不过半月，大将军归来也才数日，这3个月的身孕，莫非是算错了日子？3个月，那不是沈大将军传回死讯前后的日子吗？嫡亲哥哥在前方拼命，亲弟弟在后方私通，还搞出了人命，真是家门不幸。凌川，你救救我！你跟娘娘说，这孩子是你的，你说过会护着我们母子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孩子是我的？顾明珠，竟敢背着我与旁人苟合，还想栽赃到我头上！沈凌川，你这个懦夫！半年前在太傅府后花园，是谁说郑叔无趣，非要对我以身相许？3个月前，就在你大哥灵堂后面，你又对我做了什么？你现在说不知道？这么说，在本将为国戍边、生死未卜之时，你们这对男女已经在沈家的灵堂后暗通奸曲了。
娘娘肯，娘娘肯，大哥肯，是这贱人冤故于我的，是他。大哥，他说他仰慕我已久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才被他蒙蔽了双眼。顾小姐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拼了命也要嫁的男人。为了保住他的世子位，他能毫不犹豫地把水盆泼在你身上。郑叔，你赢了！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不故意引我入府，故意让太医给我诊脉。本夫人只是在维护沈家的血脉清白。既然小叔子说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而顾小姐又坚持说是沈家的，那这事儿只能请太后娘娘圣裁，或者去大理寺走一趟了。毕竟弟妹与世子成婚才7日，这3月的身孕总不能是吹风吹来的吧？若不是你的，那顾小姐便是犯了淫乱罪，按例当进猪笼；若是你的，沈凌川你便是罔顾伦常，不忠不孝。够了！沈家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。沈大将军，这是你的家务事，但涉及皇家颜面与纲常，你必须给圣上一个交代。沈家绝不容许此等蝇营狗苟之辈。传本将令，将沈临川与顾明珠带回侯府，开祠堂请族长。临川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大哥还在前线杀敌，你竟然在家跟这种女人！母亲，这孩子真的不是我的，是顾明珠。她跟那个姓林的举人一直不清不楚，她是怀了别人的种，想赖到我们侯府头上，好遮掩她的丑事。沈临川，你放屁！姓林的是我表哥，我们清清白白。我腹中的孩子，父亲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你竟然污蔑我跟外人有染！只有这样才说得通，否则怎么会是3个月？我分明记得3个月前我并没碰过你，没碰过我。沈凌春，你看看这些信，这是你当初求我进府时写的，上面写着你如何厌恶郑叔，如何想等大哥死后接管长房家产，甚至还说要等郑叔进门后，设计让他意外身亡，好扶我做正妻。这些字迹难道也是别人的吗？混账！竟然还敢肖想厂房家产，谋害长嫂！将军，看来这不仅是风气问题，还是谋财害命。沈凌纯，你既然如此看重这世子位，那本夫人便让你亲眼看看这位置你是怎么丢脱。将这些罪证收好，明日一早，本将亲自入宫面圣。沈凌纯，你这世子当到头了。逆子！你兄长在前方为国搏命，你却在后方觊觎长嫂，甚至与外室女私通怀胎，沈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，是顾明珠那贱人设计陷害，我是被蒙蔽的呀。被蒙蔽？信上字字句句说要谋害长嫂，吞并长房财产，也是被蒙蔽。沈凌川，战场上若有你这样的叛徒，将早已将其碎尸万段。父亲，此等行径若不严策，京城百姓将如何议论我沈家？侯府百年清誉，绝不能毁在一个德行败坏之人手中。大哥饶命，父亲饶命啊！即日起，沈凌川德不配位，废黜其世子之位，从族谱中移出，不再是沈家嫡子。府中家产，他一分一毫也别想带走。沈公子、顾姑娘，侯爷交代了，既然2位情深义重，那便成全你们。这京城南郊的窄胡同里有一处老宅，是你们最后的落脚地，请吧。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肚子里还有沈家的种。呸！什么沈家那个种？世子爷，哦不，沈公子亲口说的。这孩子还指不定是谁的呢，赶紧滚，别脏了侯府的路。都是你！要不是为了娶你这个贱人，我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？沈凌川，你没良心！当初
是谁求着我要在一起的？现在受苦了就想推给我？你现在连个世子都不是，你就是个穷光蛋！不能放，有罪难听，罪难得赦，我认可。夜深了，夫人莫要操劳过度。谢将军挂怀，如今府内清静了，总要将这些账目理顺才好。这一路归京，本将听到了许多关于夫人的事。他们说有个奇女子为了死去的丈夫，不惜与母家断绝，抱牌位入府守节，甚至一人撑起了破败的侯府。舒儿，在边关时，我也曾以为自己回不来了。本将此生杀伐果断，从不信命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信了。你在那灵堂之上护我一分，我沈拓便还你一世。此生我定不负你。谁若敢再欺你半分，本将必让他见识何为修罗地狱。这才真正的神仙眷侣！郑家大小姐好福气啊！那是我的，郑叔本来应该是我的夫人。大哥，你把位置还给我！哪来的疯子？今日是大将军与夫人的大喜之日，竟敢来触霉头，打出去！这帮狗东西，老子现在落了难，他们却在这逍遥快活，一帮没良心的东西！哎呦，这不是沈二公子吗？哦不，瞧我这记性，沈家已经没这号人了，如今该叫你沈庶人才对。赵兄、孙兄，小弟最近筹谋了一个笔墨生意，若能得二位引荐一二。林川啊，不是哥们儿不帮你，可你干的那叫人事儿。兄长失口未寒，你就惦记上长嫂了，还跟那顾明珠私相授受。现在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沈临川是个勾搭长嫂、不忠不孝的小人？我是被那贱人误导，二位莫要听信谣言。谣言？大将军重新大婚那天，你跟条野狗似的，一身恶臭跪在门口，大家伙可都瞧见了，想重回社交圈？省省吧，跟你在一个桌上喝酒，我们都怕脏了名声。林川，孩子动得厉害，我肚子好疼，你快去请个郎中。请郎中？你当我是开钱庄的？我兜里连5个铜板都没有，拿什么请？那是你亲儿子，你哪怕去当了这身衣服呢？沈清川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儿子？谁知道是不是野种？那天在御花园，你没听太医说吗？3个月。我若是那时候碰过你，我沈临城的名字倒着写。你居然在这个时候怀疑我？当初你说我是你的心头宝，如今没钱了，我就成破鞋了。闭嘴！若不是你这贱人怀着这个扫把星，老子现在还是侯府世子，吃香喝辣，都是你害了我！将军，
府里首饰够多了，实在不必如此破费。那怎么行？以前委屈了夫人，如今自然要千倍万倍补回。证书，沈陀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穿金戴银，我却要在这里挨饿受冻？郑叔，你这毒妇，是你害得我一无所有。哪里来的疯妇，竟敢惊扰本将的夫人？送去官府治个惊驾之罪。将军莫气，不过是2个可怜虫罢了。看在往日情分上，给他们留条活路吧。掌柜，这套头面本将军要了。大将军真好眼光，这可是南海进贡的极品东珠，统共就这么一套，须得白银5000两。显摆什么？武夫终究是武夫，只会用银子砸人。林川，以前你给我的比这还好，你帮帮我，我也想要那颗珠子。哪怕只有1颗，也能换回咱们这半年的开销啊！想要？那你自己去抢啊！老子连500两都掏不出来，你让我给你买5000两的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大哥，大将军，明珠知错了，当初都是林川逼我的，我一个弱女子怎敢违抗他的意思？您如今权倾朝野，难道忍心看着曾经的弟妹流落街头饿死吗？只要您肯收留，明珠愿为奴为婢，终生侍奉。为奴为婢，沈家不收这种心术不正的贱人。大哥，大哥，您看我比郑叔更听话，更懂得如何讨男人欢心。够了！顾明珠，你这种人眼睛里只有金银权势。本将原本以为你只是蠢，没想到竟是如此贪婪恶臭。舒儿，回府吧，别让这种安杂东西脏了你的眼。勾引我大哥，顾明珠，你可真长士气啊！当着老子的面去求那个人，你当老子死人吗？我不想饿死，我有错吗？你这个废物，连顿饱饭都给不了我！老子越想越不对，3个月，当初太医说3个月的时候，老子分明还在外面鬼混，根本没进过你的房。你胡说，这就是你的！贱人，你肚子里到底是谁的野种？是哪个姓林的举人？还是你在哪个窑子里勾搭的奸夫？你想让我当便宜爹，好让你这野种将来承袭爵位是不是？老子打死你这个荡妇，打死这个来历不明的孽种！请青天大老爷做主，庶民沈临川暴女成性，不顾夫妻情分，竟要打杀我母子2人！贱人，你还有脸告状？你自己怀了野种，想让老子背锅，老子打你是替天行道！肃静！沈临纯，任你如何狡辩，顾氏身上的伤痕确凿，你虽已被逐出侯府，但天子脚下岂容你草菅人命？瞧瞧，这就是当年那个风流倜傥的世子爷，竟然跟自己抢来的小妾闹到公堂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这顾明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当初怎么进的门，大家心里清楚。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活该。顾氏，你求本官判你们一决，可你腹中尚有骨肉，若无名分，这孩子生下来便是黑户。沈临川，你虽有家暴之举，但你说这孩子并非亲生，
可有证据？我怀疑肃静，怀疑岂能作数？既无真凭实据，你便是污蔑。大地律法，夫妻虽有嫌隙，但女子有孕在身，夫家不得弃之。判沈凌春与顾氏恩义虽断，但因顾氏有孕，需继续同住生活。沈凌春若再敢行凶，必严惩不贷。两人必须捆绑过活，不得休妻，不得分居。我不跟他走，他会杀了我的。好一个捆绑生活！好，顾明珠，既然老子下地狱，你也得陪着。咱们这辈子就在那烂泥潭里烂到死吧！哟，这不是当年的顾二夫人吗？怎么，这金贵的手也开始干这等粗活了？以前在府里连洗脸水都要挑三拣四，现在竟在这儿洗这些臭男人的汗衫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都滚开！瞧你可怜，赏你的。别说我们以前伺候过你的人没心肝儿。哭什么哭？洗不完这些衣服，晚上没钱买米，你就等着挨饿吧。别跑，我的宫脚！救命！救命！林川，救救我！救救孩子！救了他，我还要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。如果他死了，我就解脱了，孩子没了，羞辱也就没了。沈凌川死了好，死了就干净了。只要你死了，就没人能证明我沈凌春曾这般窝囊过。你们是谁？光天化日，不，你们想要银子，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。曾经的平津侯府世子竟然落魄到杀妻绝婚，真是让这主子好狠！夫人，顾明珠已成河绝命，沈凌春被一伙身份不明的高手接走，看身法，似乎是皇城里出来的。皇城里的人，看来沈凌春背后确实还有别的指望。红玉，太医院那边可有消息？夫人英明，奴婢托太傅府的关系查了，这瓶药的成分竟与3年前宫中那位因失宠而自裁的丽妃所用之物如出一辙。此药无色无味，长久服用会让人心智狂乱，最后衰竭而死。一个失宠的妃子，为何会有这种秘药？而顾明珠又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在聊什么？脸色这般凝重。没什么，不过是感叹恶人自有天收。将军今日入宫，陛下可有新旨意？宁王近日在朝堂上活动频繁，甚至有几位老臣联名参我治军过严。舒儿，这京城的风似乎要变了。陛下，大将军虽有战功，但目无法纪，长此以往，恐成尾大不掉之时啊！简直荒唐！这些老顽固，定是受了宁王的指使，想要折断沈家的兵权。父亲息怒，他们既然想在朝堂上玩文字游戏，咱们便陪他们玩个大的。这是我利用太府的人脉，暗中查到的那几位言官与宁王府往来的账目，他们参将军克扣军饷，那我们就查查他们的修园子钱是从哪儿来的。舒儿，你这是要……既然他们想排挤将军，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朝堂的水搅得更浑些，让他们自顾不暇。父亲，明日早朝还请您老人家亲自出马。
本王救你一命，还请神医为你重塑容貌。沈凌晨，这份恩情，你打算如何还？王爷放心，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沈晴川，只有王爷手下最锋利的刀。沈拓夺我世子之位，郑叔侮辱我至此，我要他们生不如死。很好，如今沈拓在朝堂受挫，正是你潜入的好机会。本王已为你安排了新的身份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王的贴身卫士冷风。沈拓，你一定想不到，我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，我要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亲手死在你的怀里。好孩子，你可真是沈家的福星。拓儿，往后你可得好生待舒儿，若敢让他受委屈，老婆子第一个不饶你。母亲放心，舒儿便是我的命。怀孕，好，真是好时候。这一针下去，我要让你郑叔亲眼看着，你最在乎的孩子是如何化成一滩血水的。红玉，慢着！假山后面那个修花枝的，你站住！这园子里的牡丹还没到修剪的时候，你拿着剪对着本夫人的安胎药是想剪什么？奴才见药罐旁有毒蜂，怕惊扰了夫人，这才失了分寸。毒蜂？我瞧你这眼神，比毒蜂还要毒上几分。抬起头来。既然这个下人如此不知规矩，那便乱棍打死，丢去乱葬岗喂狗。将军饶命！奴才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沈凌春化成灰我也认得你。将军，今日是大喜之日，见血恐冲了胎气。既然他喜欢盯着药罐，不如打发去守马厩吧，那儿最是磨练性子。红玉，找2个妥当的人，日夜不停地照看他。是。夫君，咱们府里的老鼠终于露头了。报！大将军，宁王府急报，北境余孽勾结西戎，连破3城。陛下急诏，命大将军即刻领兵北上，不得有误。兔儿才回来多久？舒儿还怀着身孕，这分明是有人要调虎离山啊！母亲放心，君命难违。舒儿，我这一去，京城定有动荡。夫君尽管去塞北建功立业，这侯府有我守着，谁也翻不了天。我会让那些魑魅魍魉明白，沈家的门槛不是谁都能跨进来的。营卫已留给你，若遇险情，先保自己，明白吗？妾身等将军凯旋。沈拓，你终于走了。这侯府如今只剩一个孕妇和一群老弱妇孺。郑叔，我看这次谁还能护得住你？夫人最近喜欢吃酸，这家店的口味定能让夫人多吃几口。臭丫头，要怪就怪你跟错了主子。子时3刻，南郊草棚，孤身前来，若带一人，便送这丫头1根手指。郑叔，你我的账该清算了。夫人，属下立刻带人围捕。不，他既然敢引我，定有埋伏。沈凌川是个疯子，逼急了会撕票。拿我的披风来。另外，派人通知父亲，可以开始收网了。
沈凌城，既然敢写信，又何必缩在别人的皮囊里？郑叔，你果然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！看看我这张脸，全是因为你。当初在太傅府，我哪点不如沈拓？你宁愿嫁给一个死人，也不肯回头看我一眼。你毁了我的前程，夺了我的世子位，还害得顾明珠那个蠢女人死在冰河里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选沈腾是因为他顶天立地，而你自始至终只是一条躲在女人裙摆下的寄生虫。住口！你这个贱人！你现在落在我手里，生死全在我一念之间。等我杀了你，再去投奔宁王，沈家的家产迟早是我的。你以为宁王会留你的命？在他眼里，你不过是用来牵制将军的一块抹布，用完即弃的道理，你这种利欲熏心的人永远不懂。那又如何？只要能看到你死，我死也甘愿。烧吧，让沈陀回来后只能看到你的一块焦炭，这种滋味一定比杀了我还要让他痛苦。沈凌传，你输就输在永远低估了沈家人的手段。纵我妻儿者，死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被困在北境了吗？宁王的调虎离山，不过是本将计就计。沈临春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沈陀，别得意太早，京城已经是宁王的天下了。舒儿，你伤到哪了？别管我，红玉，快救红玉！还有沈凌川绝不能回京，他身上有宁王勾结西戎的密信。众将听令，留下活口，审讯沈西川。废物，连个孕妇都杀不了，还差点暴露了王爷的行踪。莫大人，是沈陀，他根本没去北京，这从头到尾就是郑书设的局。快带我去见王爷，我知道沈家在京郊暗藏的粮仓位置。若非你还有这点用处，王爷早就让你去陪顾明珠了。走，入京，王爷的大旗已经进午门了。禀大将军，夫人是受了惊吓，加上烟熏，动了胎气。好在夫人意志坚定，并未伤及根本，只需静养。只是万不可再受颠簸。赏。夫君，别管我，你带回来的那几个死士审出什么了？宁王在京城散布流言，说我私通西戎。这北京的战事竟是他自导自演，更有甚者，他说顾明珠并非顾家女，而是宁王流落在外的私生女。原来如此，前世他娶顾明珠根本不是因为所谓的真爱，而是看中了他宁王私生女的身份，想借宁王之势登天。舒儿，你说什么？妾身是说，若顾明珠真是王氏血脉，那沈凌川当年强娶她，便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政治豪赌。如今顾明珠死于侯府之手，宁王正好有借口，以杀女之仇的名义，彻底铲除平居侯府。皇兄，臣弟失散多年的女儿明珠，竟被沈拓之妻郑淑逼得投河自尽。沈家不仅目无王法，沈拓更是虚报军情，私自返京，意图谋反。宁王血口喷人，顾明珠分明是私德败坏，与沈凌春勾结在先，何来王氏血脉可说？太傅大人，沈凌晨就在殿外，他亲眼见证了沈家是如何虐待你，又是如何逼死你。传沈凌晨进殿。陛下，微臣知罪。微臣曾受沈拓威胁，不得不帮他隐瞒私通外敌的罪证。我那可怜的明珠，正是因为发现了真相，才被郑叔灭口的。沈大将军已经回京，为何不入宫复命，反而躲在京郊别院？我看他分明是做贼心虚，请陛下下旨，即刻查封平亲侯府，捉拿沈拓，郑叔归案。夫人，咱们真的要回去吗？那是宁王的陷阱啊！陷阱又如何？
他在等我死，我也在等他自乱阵脚。这本顾明珠生前的私密碎笔，记录了他和沈凌川如何合谋算计侯府，更记录了宁王如何亲手掐死自己的亲信来灭口。顾明珠虽然贪婪，但他怕死，所以给自己留了后手。去，告诉将军，让他按计划行事。莫大人，想抓我也得先看陛下愿不愿见我手中的东西。宁王有令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杀了我，顾明珠亲口承认宁王勾结西戎，意图弑兄篡位的铁证便会立刻传遍京城每一个角落。莫大人，你敢赌吗？听说了吗？这平津侯夫人竟然逼死了宁王的私生女，还勾结西戎呢！啧啧，平日里看着端庄，心肠竟这般歹毒。郑叔，你也有今天！我要看着你在菜市口被凌迟，看着你肚子里的种化成血水。郑叔，你那本日记若是交出来，王爷或许能给你个痛快。若进了大理寺死牢，那些刑具可不认你这太傅嫡女的身份。莫大人，你家王爷若真的胜券在握，何必派你一路上搜我的身？他在怕那本日记里记载了他如何亲手毒杀先皇后的丑闻，对吗？你胡说什么？顾明珠虽然贪得无厌，但他极爱写琐碎小事。他曾撞见过宁王在冷宫偏殿焚烧带毒的香料。莫大人，你确定要带我回大理寺，让这本日记成为公堂上的呈堂证证？郑大才女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你。沈陀在城外劫了本王的粮草，你在这牢里散布谣言，你们夫妻俩真是配合默契。王爷，谣言止于智者，可若是真话，便如复古之具，怎么也甩不掉。东西在哪儿？那本日记到底在哪儿？王爷以为我会带进这死牢吗？只要我明日正午出不了这牢门，那本日记会出现在京城各大茶馆说书人的案头上。到时候，天下文人墨客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这个弑兄毒母的乱臣贼子。将军，夫人交代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劫狱，宁王就等着咱们自投罗网，好扣上反贼的帽子。我知道，可舒儿怀着身孕在那种地方。报，将军，发现沈灵长的踪迹了，他正带着宁王的令牌，准备去刑部调取当年关于顾家灭门的卷宗，似乎想彻底抹除顾明珠的真实身份。哼，既然他想翻旧账，本将军就送他一份大礼。走，去刑部。只要毁了这一份，顾明珠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室血脉，我就是当朝驸马。郑叔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沈临川，你就这么急着给宁王当狗？沈陀，你怎么敢私闯刑部？来人啊，有刺客！别叫了，外面的人已经去见阎王了。沈灵传，当初你害得我父亲含冤而死，今日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你杀了我又如何？郑叔现在在宁王手里，只要宁王一声令下，他和那个孽种就会变成一滩烂肉。这一剑是替舒儿受的惊吓。告诉我，宁王在宫里的内应是谁？除了莫离，还有谁帮他下毒害皇上？沈拓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私带假兵入狱！王爷，看看这是谁？沈临川已经招了。关于顾明珠的身份，关于您在进宫下毒的真相，还有您与西柔质子的往来密信，都在这儿。王爷，救我！他说能保我一命。逆贼，竟敢攀咬本王！传陛下口谕，
宁王图谋不轨，构陷忠臣，即刻打入宗人府。平津侯沈拓救驾有功，官复原职。王爷，您千算万算，没算到顾明珠其实留了一手。她不仅爱写日记，还爱收藏宁王您赐给她的那些带毒的物件。至于你，沈凌川，你不是想当驸马吗？宗人府里有一口枯井，正适合你那种人。王爷，救救我！你说过，只要我咬诉证书，你就封我做国舅的。蠢货！若不是你贪功冒进，提前动了证书那个疯女人，本王何至于被沈多抓住把柄？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杂种！是你先杀明珠，是你让我去偷密信。啊！吵什么？沈大将军和夫人一会儿就到，留着力气求饶吧。这种滋味如何？曾经你设计让我父亲含冤入狱时，可曾想过自己也会坐在这冷灶后头？舒儿，我错了，是顾明珠勾引我的，是宁王逼我的，你救救我！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叫他？哼，王爷，西戎至此已经招了，你给皇上下的醉生梦死，解药在哪？那毒药无色无味，入骨3分，除非本王亲自调配，否则皇兄活不过3日。沈拓，你放本王出城，本王就把解药给你。王爷说的可是这一味千曲饮的引子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明珠的。顾明珠虽然心狠，但她最怕死。她伺候你时，偷偷换了你枕头下的香料，你以为那是情趣，其实那是她为你准备的催命符，也是为她自己留的保命药。王爷，这解药的方子我已经让家父呈给太医院了，你最后的筹码没了。舒儿，皇上的毒已解，宁王党羽也在清剿，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？宁王虽倒，但朝中还有不少暗流。夫君，我要你带兵去抄了沈凌春在京郊的那座私宅，那里藏着我前世受辱的所有真相，也藏着能让沈凌春彻底万劫不复的东西。只要是你想做的，刀山火海，我也陪你。畜生，竟然是沈琳琳与顾明珠合谋去母留子的计划书。将军，在枯井里发现了2具无名女尸，看服饰，像是府里失踪几年的大丫鬟。证书，该死的沈临川！把这些东西通通搬到公堂上去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沈临川这个所谓的如玉君子，内里是多么肮脏的臭虫。将军，那沈临川如何处置？夫人说了，死太便宜他了，把他送去极北之地的矿场，让他亲眼看着我们成婚生子，看着他最恨的人活得比谁都好。好孩子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。拓儿，你若敢欺负舒儿，老身第一个不放过你。母亲放心，儿子疼他还来不及。婆母，宁王余孽虽除，但沈凌纯在矿场绝不安分。我听说他勾结了当地的悍匪，想要借机逃狱。将军夫人，矿场那边传信，沈凌春在逃跑途中跌入深沟，双腿被乱石砸断，如今已被抓回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跌入深空，看来是天意。不是天意，是我安排的人动了手脚。舒儿，我说过，没人能伤害你之后还能全身而退。夫君，这出戏终于要唱到收官了。哪来的老生？侯府重地，吴铁不得入内。老朽不找侯爷，只找这府里的主母，郑太傅的嫡长女。这玉佩为何与我从小带到大的那块一模一样？老奴过山参见9年了，老奴终于找到了前朝最尊贵的血。这种胡言乱语若传出去，是要满门抄斩的。
舒儿乃太傅亲生，何来前朝血脉？太傅大人当年乃是前朝翰林，先皇临终托关，将尚在襁褓的小公主与太傅夭折的女儿调包。夫人左肩处是否有一枚朱砂红的梅花胎记？就算你说的是真，如今大局已定，你此时现身是想拉着我们全家去送死吗？小主子，当今皇帝昏庸，宁王谋逆，天下大乱在即。沈将军手握大兵，只要您登高一呼，复系前朝指日可。闭嘴！本将生是大齐的臣，死是大齐的鬼。你想诱我妻子谋反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血溅当场？莫老，你若真的忠心，当年就不该让我活下来。你等的不是我，是沈家背后的沈家军吧？拿着你的玉佩滚！若再敢出现在京城，我便亲自送你去见官。舒儿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只是我的妻。夫君，这身份是个烫手山芋。宁王虽败，但他未必不知道这个秘密。如果他死前将这消息散播出去，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。明日我便入宫面圣，交出兵权。谁？王爷想报仇吗？沈拓的夫人可是前朝余孽，只要这个消息在明日早朝传开，沈家必亡。我就知道郑叔那个贱人克死全家，怪不得他从小就那般清高，原来是丧家之犬。给我支笔，我要写告密信，我要让皇上亲手杀了他。想写告密信，忘了告诉你，皇上早就知道了。不可能，皇上怎么会容得下他？因为太傅当年调包的根本不是什么前朝公主，而是当今皇上流落在外的亲骨肉。那玉佩是皇上当年赐予珍妃的信物。臣沈拓自请交还兵权，待其远赴边追，永世不入京。宣沈拓证书进殿。相太像真儿了，郑爱卿，你瞒得朕好苦。老臣死罪，当年珍妃娘娘遭宁王母妃陷害，临终托孤，老臣唯恐皇子遇害，才出此下策。罢了，证书朕不治你的罪，还要封你为长乐公主。沈拓，兵权朕收回一半，那一半作为你守护公主的护身。谢主隆恩，但臣女有一个请求：沈灵川与宁王罪大恶极，请陛下恩准，由臣女亲自送他们最后一程。郑叔，你竟然成了公主！这天下的公理何在？你这个满手鲜血的女人，凭什么坐享荣华？沈灵川，你所谓的公理，就是宠妾灭妻，是挖了我的心去救顾明珠，是害死郑家满门。这些账，你以为变成疯子就能抵消吗？胜者为王，郑叔。若非沈拓倒戈，今日登上宝座的该是本王。王爷，你错了。即便没有沈拓，这天下也容不下你。你派去接应西戎的密信，其实是我亲手截获并呈给父皇的。你从头到尾都败在你最轻视的女子手中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舒儿，给我个痛快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这种人不配为人！痛快？那太便宜你了。午时已到，行刑！舒儿，你真舍得这一世荣华？朕想让你留在京城，替朕分担朝政。父皇，这两世臣服，儿臣已经累了。儿臣只想陪着沈拓去边境，看大漠孤烟，守一方太平。沈拓，你若敢辜负朕的公主，朕定马踏你沈家军大营。臣愿以余生护公主周全，至死不渝。舒儿，这一路走来，辛苦你了。夫君，其实我一直有个秘密没告诉你，是关于前世的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从你平时的表现中，我就猜到了。我不问，是因为我想让你看到，
只要有我在，就定会让你幸福的过完这一辈子。爹爹，娘亲做的纸鸢飞得最高了。那是自然，你娘亲可是天下第一才女。父皇说，京城现在海晏河清，顾家当年的案子也彻底平反了。太傅父亲在老家含饴送孙，一切安好，一切安好。那我们也该动身了，带着长平回老家看看老太傅。我曾以为重生是为了复仇，后来才明白，重生是为了拥抱那些曾被我忽略的温暖。这一世，我没说谎，我真的过得很幸福。